好，各位同學，大家好，我是理查老師，歡迎大家來到 YouTube， 跟我一起學習中文。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號，今天是星期一，我們來學習 HSK 的第4集啊，今天是新 HSK 4的詞彙。好，那麼來聽老師的直播課，記得幫我點讚。支持理查老師的工作。那麼新的一周又開始了，每周1、2、4，理查老師都會直播，歡迎大家跟我一起學習中文，輕鬆的學習中文，每天慢慢的積累你的詞彙，還有這個多聽老師說說中文，你的聽力、閱讀都會慢慢的進步哦。好，歡迎大家，我看到了艾雲，歡迎，還有喬馬，歡迎裴靜、林子 ，Hello 林子，還有誰？吃飯了沒？哦，好，好，喬馬問我吃飯了沒？有，理查老師吃飽了，而且我最近在減肥，理查老師太胖了，需要減肥，所以我吃的比較少，而且呢，我每天要少量多餐，就是可能吃飯的时候不只吃3餐，我可能吃4餐、5餐，但是每一餐都吃得很少哦。好，歡迎佩霞、蘭墨、Sicom、慧君、Mandarin、Sumali， 歡迎，雅玲、Halloween， 歡迎，還有 Emosen， 歡迎。林子問下個星期4有空嗎？應該有空。林子，你看要約早上還是應該早上，對不對？禮拜4早上我有空，可以。好，林子，你確定的話，你可以留言告訴我，或寫，還是 Instagram， 對不對？林子，我們之前用 Line， 對不對？林子，你可以用 Line 跟我約，好不好？我們可以約下禮拜4早上。好，我們可以見個面。Hello， 恩美、秀珍，美麗，歡迎。好，那麼我們來上課吧。好，今天要學的詞彙是護士。好，護士，我想你們都學過這個詞彙了，就是協助醫生的那個人叫護士哦。對哦，林子你在傳 LINE 跟我講哦。好 ，OK。好，那護呢這個詞我們一定要把它學習起來哦，因為護這個詞很重要哦。好，我們來看一下，護是家庭的量詞，當然它跟其他的字組合之後會變成一個詞組哦，都跟家有關係哦，跟住有關係哦。好，所以護基本上是家庭的意思，或者是家庭的量詞或單位哦。好，我們看一下例句。這個小區有200多戶人家。好，人家的意思是家庭的意思哦。好，有200多戶家庭哦，就是可能有爸爸媽媽小孩，就是一戶人家。中文很常說一戶人家 ，like one family unit 的意思哦。好。小區就是像 community 小區，基本上小區呢在台灣叫社區，台灣不叫小區，台灣叫社區。如果你住台灣的同學，請你說社區，在大陸的同學你用小區哦。戶跟家一般都有關係。Hello 月瑩，歡迎月瑩哦。戶口本，對，戶口本很好，戶口本就是這個本子裡面登記了你家有哪些成員這個叫戶口本。戶口本基本上是證明你這戶人家裡面有哪些人，有哪些家庭成員這個叫戶口本like family register book 好，這個小區有200多戶人家。各位同學，你是住在小區裡還是住在公寓裡 apartment 公寓，還是住在獨棟的房子裡呢？歐美的朋友比較常住在獨棟的房子裡面那像在台灣，很多人住在社區，就是小區裡
啊，那有人是住在公寓裡面啊，老師就是住在小區裡啊。好 ，householder， OK， 好，獨棟，對，獨棟的房子，也就是這棟房子裡只有你住，你跟你的家人住，沒有別的家人住。像在公寓裡面，可能這層樓是你，上面這層樓是別人哦，所以公寓裡面可能住了很多戶人家，小區也是，小區裡面住了很多戶人家哦。那獨棟的房子基本上只有你跟你的家人住而已哦。Sicon 住在公寓裡，秀珍住在獨棟的房子裡哦。OK， 好，有人住在公寓裡，對不對？有人住在小區裡，有人住在別墅，獨棟的別墅。蘭墨，你住在別墅 Villa？ 哦，蘭墨住在 Villa 裡，哇，好漂亮的感覺哦。好，很有錢的感覺哦。好 ，OK， 我們往下看。好，我們來學習一些相關詞彙哦。好，首先戶口，剛剛有同學說戶口本，戶口本，公寓 condo 也可以 ，condo 一般是歐美哦，歐美那邊的公寓會叫 condo 啊。老師，你在台北買公寓還是透天厝？透天厝是在台灣用的哦，就是獨棟的房子的意思。透天厝哦，我是買在小區裡面啊，我是買在小區裡面啊。好，戶口一般來講的就是戶口本裡面的家庭成員有哪些啊？戶口。好，再來住戶。好，住戶一般是住在公寓或者是小區裡的人家，我們會叫住戶。小區特別指的是小區或公寓裡面的住戶啊，住在裡面的人或家庭叫做住戶啊。好，英文叫 resident 啊 ，resident。好，再來客戶，這個詞彙非常的重要。客戶就是你的客人，不過客戶一般來說是比較是 business 生意上的客人啊，我們才會叫他客戶。如果你是銷售員，那麼你的客人就是你的客戶。所以有人問說，客人跟客戶有什麼不一樣？如果你是開店的，來你的店裡買東西的人是客人，那客戶一般是跟你有商業往來的人啊，我們就會叫客戶啊，就是 related business related， 跟你有商業往來的人，我們會叫客戶啊。好，蘇瑪里住在水泥樓，台灣沒有人叫水泥樓，就是房子吧，住在房子啊，一般的房子裡啊。好，我們來看一下題目。陳先生是我們公司的重要，這題好簡單，對不對？我剛剛說客戶是跟你有商務往來的，跟你有做生意的關係，我們才會叫客戶啊。所以這裡我們看到了這個重要的關鍵字是公司，那跟你有商務往來啊 ，business related， 所以這個我們叫客戶啊。好，陳先生是我們公司的重要客戶，答對了，是不是很簡單哦？不難哦。好，我們來看第二題，對，有商務往來的對象，我們就會叫他客戶哦。好，這棟樓的什麼都是有錢人。好，那肯定不是我住的樓，因為呢，我不是有錢人哦。好，這棟樓，好，這個棟呢是樓的量詞哦，這棟樓，大陸也蠻常用這幢樓哦，幢，這幢樓，台灣不是很常用，台灣會用這棟樓，大陸會用這幢樓啊，你們知道怎麼寫嗎？幢，這幢樓。好，那這是大陸在用的，台灣比較常用這棟樓哦。好，其實都聽得懂，好，大陸會用這幢樓哦，這幢樓。那所以幢也是樓的量詞哦。好，
好的，住戶答對了，我們是住戶，所以我剛剛說了，住戶一般是住在公寓、小區、樓裡的公寓樓，對不對？的住戶啊，我們都叫他住戶的居民啊，我們都會叫他住戶啊。好，這棟樓的住戶都是有錢人，答對了。好，希望大家都是有錢人啊。好 ，OK， 我們看一下下面的題目。我明年想把什麼遷到馬德里？好，明年 next year， 我明年的計劃是把什麼呢？遷到。好，這裡的遷哦是個很重要的字，就像是遷一般是像搬家，把你的家搬到哪裡啊？把你的家搬到哪裡？遷哦，所以有一點 move 或 transfer 的意思。好，遷到。好，我們常常會遷這個答案到一個地方哦。好，馬德里是哪裡？你們知道嗎？馬德里是哪一個國家的首都？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馬德里是哪一個國家的首都？好，哇，你們答案都寫出來了。戶口答對了。明年我想把戶口遷到馬德里。對，西班牙的首都是馬德里。好，各位同學，我們中文非常常用遷戶口，就是 transfer your household registration 就是遷戶口。如果你把戶口遷到一個地方，代表你住在那個地方所以中文會說遷戶口，很常用遷戶口。我想把戶口遷到台北，我想把戶口遷到哪裡？那麼在這個政府法律上你就是住在那裡，在法律上你是住在那裡，實際上你有沒有住在那裡啊？我不曉得，但是一般來說你是住在你戶口遷到的那個地方好，明年我想把戶口遷到馬德里，非常好。好的，聽得懂意思嗎？戶口就是法律上你住的地方，就是你的戶口法律上，實際上我不曉得像有人的戶口在馬德里，他可能事實上是住在台北，有可能也有這樣的人。法律上呢是你是戶口在馬德里，實際上你可能住在不同的地方好 Hello 宋平，歡迎。好，各位同學到這裡有沒有問題一般來說戶口所在地就是你住的地方，一般來說好的，那麼我們往下看好，廣告時間，請幫老師點讚、訂閱、分享，每個月$2支持老師的工作，請老師喝杯咖啡，成為我的 YouTube member。好，那麼成為我的小土豆，那成為我的會員之後，也可以得到老師自己寫的原創小說。如果你有興趣的同學可以成為我的會員對，戶口所在地，沒錯，戶口所在地很好。林子的戶口是在東京，很好。林子的戶口在東京不是，我們不說是東京，我們說在林子的戶口在東京。好，像這個有人住在這個曼谷我的戶口在曼谷我們用在好，我們再往下看。好，護士，好的，護士這個字，我想這個詞彙我想大家沒有什麼問題。nurse 好，護士的工作呢是協助醫生照顧病人的專業人員。護士一定很專業，因為他要照顧病人，病人有什麼病痛，他要知道怎麼處理，所以護士一定要有專業的醫護知識、醫療常識所以護士是專業人員 professionals 護士絕對是專業的。像我就不能當護士，因為我不懂這些醫療或醫護的知識所以護士絕對是要非常懂怎麼照顧病人，怎麼處理一些緊急狀況的人護照 passport 艾雲是這個護，保護的護，護照
艾云護照，哎，好，護照，我們加一個提手旁，哦，提手旁護照，護照才是 passport 啊，這個護啊，護照，保護的護。醫生是對，護士是醫生的助手，沒有錯哦，沒有錯。好，我們看一下句子，護士正在幫病人量體溫。好，老師希望你們記得量體溫這個詞彙，就是 take temperature, body temperature， 量體溫哦。好，那我們可以量很多東西哦，我們可以量體溫，我們可以量血壓。好，大家幫我打一下好不好？對，提手旁，好，好，我們可以量血壓，哦，量血壓，還可以呢，量啊，我比較習慣念血了哈，也可以量血糖，量體溫，量血壓，量血糖。有人量過血糖嗎？你會用一個東西打一個洞，然後血就會流出來，嗶嗶嗶。哦，你就知道你的血糖是多少哦。所以有沒有人用過血糖機？哦，你會在手上打一個洞，然後就會流血，你就可以用血糖機測一下你的血糖是多少哦。好 ，OK， 好像我爸爸每天都會量血壓哦，也會量血糖，因為他年紀大了。老人家要注意一下自己血糖或血壓的數值哦。測體溫，一般我會說量體溫。測體溫我當然聽得懂啊，不過我覺得量體溫比較常用。很好，宋平說量體重就是 measure your body weight， 量體重。很好，量體重，量血糖，量血壓，量體溫。所以量這個字就像英文的 take 哦。好的，那我們當然還有很多醫療相關的詞彙，我們以後有機會再來學習啊。像老師最近上私教課就有教學生一些很常用的醫療用語哦，醫療上的用語，還有像眼科、耳鼻喉科哦，還有骨科這些常見的 department 科科。這個其實你們是要會的哦。好，我們再往下看。好，我們來練習一下哦。這個是最後一題了哦。很多榜樣，自己的當做對 measure。護士把南丁格爾，好，南丁格爾就是。應該是世界第一位護士吧，世界第一位護士，世界上的第一位護士啊，好，叫南丁格爾啊，好的，當護士要很有愛心，也要很有耐心，對不對啊？科對，沒有錯 ，department 科，眼科、骨科啊，好。艾雲 I don't know， 我不曉得護照為什麼是不一樣的字誒，保護可能是保護你的身份吧，護照哦。好的，因為艾雲一般來講，我們這個護是跟 family 有關係跟 family household 有關係，這個護是保護，但是護照跟你的 family 沒有關係啊，對不對？護照跟你的 family 是沒有關係的嘛，哦。好，你們都答對了。很多護士把南丁格爾當作自己的榜樣。好，很多護士把南丁格爾當作自己的榜樣，表示呢，我是護士，我要跟他一樣，他是我的榜樣，就是我要學習他。這個人做了很多好事，或者是他的行為我非常的欣賞，所以我要跟他一樣，所以我把他當作我的 example， 當作我的榜樣。如果你覺得你爸爸工作很認真，你爸爸是個很棒的人，你想要跟他一樣，你想要學習他，你可以說，我把爸爸當作我的榜樣，我把爸爸當作我的榜樣。
可能你發現你的媽媽很有耐心，很溫柔，常常幫助別人，你也想要學習你媽媽，你要跟你媽媽一樣，你可以說，我把媽媽當作我的榜樣，我把媽媽當作我的榜樣，因為你欣賞她的行為，你覺得她有很多美德，你覺得她有很多值得你學習的地方，那麼你就會把她當作榜樣。好，這個表達你們可以把它記起來。Hello Breeze， 我的課要結束了，你才來。好，那麼我們今天的課就到這兒。我們今天學了 who 還有 who 是，那麼希望大家量心率可以量血壓、量心率、量體溫。好，那麼我們的課就到這啦。月瑩，謝謝月瑩送我一杯咖啡。好，Breeze 最近好嗎？你的生活好像过得很精彩，对不对？好，那麼我們明天見。明天是我們的說故事時間，想聽故事的同學，明天記得準時來上課。大家早點休息，晚安，拜拜。Hello Simon。